大家好，我是美食于姐。在过去家里面都很穷的年代，我们河南黄川这个地方，每逢正月16都会蒸很多的馒头或者是包子回娘家拜年，这是我们这边的传统习俗。随着生活慢慢的变好，馒头呢变成了礼品，这道规矩呢也已经失传了。因为我家受疫情的影响，兜里面比脸还干净。今年呢我还按老规矩办事，一家呢给他拎一筐馍，也不知道受不受欢迎。假如说我点饮料到你们家和拎一筐馍到你们家，哪个受欢迎呢？请留言弹幕告诉我哟。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一个简单又快速的包子。1斤的干面粉加5克的酵母，按尺推算，先用手给它干拌均匀，然后用35度左右的温水和面。1斤的干面粉呢，大约加260克至270克水来和面。面粉的牌子不同，吸水量也就不同，水可以随时增减。这个做包子面要是新手的话，建议大家呢把面给它和硬一点，和得太软呢不好上手。假如说你要是做包子行家的话，面和软一点呢也无所谓。要想让面粉不沾手不沾盆，首先边倒水边搅拌，水分被面粉完全吸收以后再下手揉面。因为我今天和了10斤的面粉，不得不下手操办。因为盆子太小的原因，我给它倒在案子上操作，这样操作起来呢比较方便。由于很多的家庭到过年的时候都会大量的蒸馒头或者是蒸包子，一次性和10斤面到底是怎样操作的呢？今天就借用这次机会给大家分享全部过程。假如你不需要看和面的环节，你可以按一个快进，或者是跳过这一节，这样呢也节约你的时间。为了节约大家的时间呢，我下面用快进来操作。假如说你和的面不是太多，你可以给它分成2份来揉，这一会儿随便给它揉一揉，放在一边醒花，然后呢再去揉那一份揉好以后，这一份呢就会醒得很软，这样交替的揉呢比较省时又省力。假如说你和的面特别的多，分成2份还是揉不动，你可以跟我这一样，给它分成6份或者是8份，一个个的给它揉好，按顺序呢给它摆好，给它揉完以后，从第一个再给它揉一遍，这样呢更加省事儿。面团全部揉搓均匀以后，给它摞在一起，然后给它封闭醒花1会，再次给它揉搓均匀就可以了。教你一招冬天快速发面法，不管天气有多冷，半个小时就能发哦。把和好的面团上面抹点油，然后用保鲜膜装入，电饭煲提前预热2分钟，拔掉电源，上下隔热，把面团放在中间，然后盖住盖子，半个小时就发得满满的。假如像我这一样和得多，可以给它放在暖气旁边，或者是用干净的纱布包住，放在被窝里面，电热毯插电，半个小时都能醒发哦。趁着洗面的时间，我们来准备一下馅料。首先把我们提前泡花又洗干净的香菇给它倒在开水里，给它焯2分钟，焯好以后给它捞出备用。为了节约时间，在焯香菇的同时，另外一个锅也在烧到开水，水开以后在锅里加少许的食用盐，再加少许的食用油，这样焯青菜呢能保持青菜翠绿不变色。菜洗干净以后给它倒在开水里焯2分钟就可以了，然后快速的给它过一下凉。焯过水的青菜用清水给它清洗干净，然后用手捏掉多余的水分，再给它放在菜板上给它切碎，剁碎以后给它放入盆中备用。接下来把香菇也给它切碎，首先给它切成条，然后给它剁成小粒，剁碎以后给它放在碗中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切点配料，葱、姜、小米辣还有青头萝卜都给它切碎备用。为了节约时间，我都不一一展示了。接下来把焯过水的腊肉给外皮给它去掉，因为外皮嚼不动，留到以后呢炖菜吃的。接下来把腊肉也给它切成粗颗粒，切好以后也给它放在盘中备用。肉切好以后，把我们提前泡花的粉条也给它放在案子上。这所有的配菜就是我们今天做2种口味的馅料。接下来在少量的清水里加1大勺的普通面粉，用筷子给它搅拌成一个可以流动的糊糊，然后打5个鸡蛋，鸡蛋液里面加面糊，在煎制鸡蛋的时候呢，可以起到一个香脆的作用。在做素馅的时候啊，还可以起到吸水的作用。
下次做饺子馅儿或者是包子馅儿，配菜有出水多的，你就用这种方法试一试，特别的好用哦。下面来称一下青菜香菇馅里面的配料。剁好的馅料以500克为例，每500克加盐6克，加白糖5克，加鸡精3克。喜欢吃味精的可以加2克的味精，我今天呢都没有加。下面呢来开始炒馅料。锅烧热以后多加一点猪油，油烧热了以后用葱姜爆锅，先给它爆香，然后再倒香菇。记着炒素馅的时候要用猪油炒比较香。烧炒个片刻，加一点点的胡椒粉，再加少量的食盐，再加一点点的生抽，再来一点点的蚝油，再次给它翻拌均匀。炒至里面无水的时候，给它冷凉备用。现在来开始调馅儿。首先把我们称好的调料给它倒进去，把我们炒好又冷凉的香菇馅儿也给它倒进去，再次给它搅拌均匀，我们的青菜香菇馅儿就做好了。下面来炒制鸡蛋腊肉粉条馅的。锅烧热以后加2大勺的食用油，油烧热以后把我们提前搅好的面糊鸡蛋液给它倒上，边倒边搅拌，给它搅拌的越碎越好，用小火慢炒，给它炒至金黄盛出备用。下面直接把腊肉给它倒进去，用中火慢炒，先把里面的油脂给它炒出来。油脂炒出以后，把葱姜也给它倒进去，用小火慢炒，先把葱姜的味道给它炒出来。要是想吃微辣的，这个时候呢，可以把小米辣也给它加进去，这样炒出来小米辣呢有一点微辣，并且还香。总之，辣椒倒得越早它越不辣，到了越晚它越辣。但是晚一点呢，它辣不香；到早一点呢，香不辣。葱姜小米辣爆香以后，把我们切好的萝卜粒也给它倒上，继续翻炒。现在千万不要加盐，加盐呢它容易出水，因为我用的是水果萝卜。假如说是普通萝卜的话，现在可以加一点点的盐入底味。粉条加进去以后，大约炒1分钟左右，关火，快速的给它翻拌均匀。现在来开始调味，首先加适量的胡椒粉，然后再加适量的食盐，最后再来一点点的蚝油，再次给它翻拌均匀。下面我来给你出一道题，考考你的厨艺，你在留言区猜一猜，猜一下我最后再倒鸡蛋碎和葱花的目的是什么？猜不对没有关系，我来给大家提一个醒，粉条加进去以后，自从调味那一刻是没有开火的哟。馅料调好以后，面也已经发了一大盆，不是上面盖了一个笼屉，已经都溢出来了，给它倒在案子上进行揉搓排气。要想把包子做的松软好吃，发好的面不要使劲的揉，随便给它揉搓揉搓排排气就可以了，然后给它分割成小剂子，这样呢比较好操作。小剂子切好以后，上面盖个保鲜膜，防止表面烘干。然后拿一个小剂子先给它搓长，搓长以后撒点干面粉防粘，再给它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剂子。小剂子切好以后，千万不要再次给它揉圆，再次揉圆的话就会浪费醒滑的时间，直接一个一个的给它拍扁，然后用擀面杖给它擀成一个外薄里厚的大薄片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样做包子少了一个步骤，省时省力，做出来包子呢还非常的松软。擀好以后，下面我们来开始包包子。包包子的时候，里面多放一点馅料，这样呢可以防止包子塌陷。假如说包子不塌陷，馅太少的话，它是扁的；里面馅料是多的话呢，它是圆的。我本身平时包包子呢就是这个样式的，但是呢我今天包了2款包子，我把中间呢给它捏住，不然的话到时候吃的时候分不开是什么馅的。包包子的手法呢，我以前也介绍的有很多，今天呢用慢镜头大家仔细看，我也不一一介绍了，就是用手包一下挪一下，给它包好就可以了。至于包什么形状的，都是根据你自己的爱好。包子包好以后，不要直接上锅蒸，直接上锅蒸的话，蒸出来的包子里面没有蜂窝状，像死面一样，那要醒花多长时间呢？其实这个也不是固定的，
夏天里面醒个10几20分钟就可以了，但是冬天最少也要醒30分钟以上。醒花枝用手轻轻一按，有回弹就可以了。包子包好以后，又醒花了40分钟左右。现在来开始蒸包子，水开上笼屉，今天呢又加了一个笼屉，然后盖住盖子蒸18分钟就可以了。时间到了以后，不要急着先开盖，拔掉电源，焖个3分钟左右再开盖。让大家看一下，又白又胖又暄软的大包子已经蒸好了。从某个角度看起来不是太白，其实这是角度的问题，因为我这是夜里，光线呢也不足。我再捏一个让大家看一下，是非常的松软。打开一个让大家瞧一瞧，里面的馅料是非常的好吃又诱人，有空你也试试吧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，我是于姐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